风月之情，情比金坚，妙哉，妙哉呀！公子，怎么还不跳啊？饿了。 这刚才陪我喝酒的姑娘，怎么上去跳舞了？不是姚娘，糟了，姚娘怕是跑了，快去找！啊！我出5000两，买这位姑娘陪我喝酒。公子好眼光，我们姚娘啊，不仅舞跳得好，酒量那也是1等1的好啊！真是他语中之信。风月之情，情比金坚，妙哉，妙哉呀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你走了以后，我伤势发作，昏倒了，被这儿的老板捡到，带了回来。刚刚我是喝了点酒，就被误认为是楼里的舞姬，才被推上台的。你一个堂堂的仙门修者，被抓来了天香楼。是啊，我又蠢又倒霉，我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，被人耍，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你干什么？给你把脉。不用。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认真的调养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要回中原吗？我师妹给我留了信，就不辞而别了。我已经派我的灵琴去找她了，我得等到她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伤？那里早就好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千刀万剐都能活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
陆千巧，战鬼人里也有好人吧？应该有吧。仙门有邪修，人族里有恶人，战鬼人，应该也有好人吧。姐妹，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是战鬼人，但我从小在人族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那场战争。虽然我也杀过人，但都是一些恶人。我在人族的军中服役过，当过芝麻小官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即便遇到任何的不公，我也从来没有滥杀无辜过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我不希望你误会我，恨我。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你是战鬼人，是我族大敌。你骗过我，但你又救过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抱歉啊。陆千巧，你真的不是坏人吗？我不是坏人。那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等天一亮，我们就换个地方落脚。陆千巧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想清楚，再加上我要在北乡等我师妹，所以我暂时不会回中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须陀城青红教碧水分坛，我去过了，那个驼队老板我也见过了，还有魏县的宋大人。平安客栈的老板娘，再加上对上夏宣子的那一次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该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怎么了？身子最近有点虚了，需要找个地方闭关一段时间。这几天你照顾好自己，遇到危险能跑就跑，不要硬上。我知道了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走了。还是外面凉快。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屋里又闷，当然会热了。那这也比须陀城凉快多了。这条街叫做凉丘，自然会凉快一些。这名字有什么典故？原本这里是一片荒地，因为来往的商贩喜欢在这里乘凉歇脚，所以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前面有一座西连山脉，山峰高大，绵延千里，挡住了大部分的热气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比其他地方更加凉快一些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就称这里为凉丘夜街了。活得久真好，见多识广。这算是夸奖？当然了。那你之前来过这儿吗？
来过一次，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反正今夜无事，不如你说来听听。也好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就是这儿了。这都是你画的？之前来凤凰城的时候，我都是在这间酒楼饮酒。当时酒烈兴起，便画下了这幅《四序图》。只可惜，当时还没有换肉，眼睛看不清颜色，未能画下这人间烟火的全貌。我以前学画的时候，画堂的师傅总会将人生比作画卷，他们描绘人生的词语大多都是五颜六色或者五彩斑斓。我因为看不清颜色，所以一直未能画出一幅完整的画。可你的水墨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不仅想看清这个世界，我还想享受这个世界。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像这幅画一样残缺，我希望它有温度，有色彩。我想像一个凡人一样好好的活一次。我不想再嗜血狂躁，我要知礼仪，明善恶。我想要看到这世间的万千色彩，我也想拥有与这世界相通的一切感受，哪怕是痛，是伤，是怨，是爱。我还想尝出味道，我想将这人间美味一一尝遍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想包下京城最贵的酒楼，吃最美的佳肴，喝最烈的酒，大醉一场，好好的睡一觉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。时隔这么多年，这幅画终于完成了。你的人生也会逐渐完整的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败火。那可是不全先生的画呀！你们陪我的话，抓住他们！走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打！别跑！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？其实有很多，只是我想，你若是愿意告诉我，自然会讲；若是不愿意，我问也没用。你倒是乖觉。和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总能学到一点教训。你那日问我，受了伤痛不痛？我又不是木头瓦砾，受了伤自然是痛的。但是比起我在千岩窟受到的那些苦痛，一剑穿胸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难道是林中的那些人做的？他们究竟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追上他们！他们走远了。对了，你说战鬼人为了摆脱五伐，为什么宁愿选择培植剑木，妄图登天，也不用你的办法？力量是毒药，一旦拥有，便无法割舍。我想，
应该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吧。对他们来说，转生为人是失去力量的过程，但对我来说，是弥补我人生重要的一环。其实，我并不完全是战鬼人。我的母亲是战鬼人，但我父亲是人族。人族和战鬼，他们怎么会？他们相识的时候，正是诸神消失、人间战火不断的时候。我母亲爱上了我父亲，为了他逃离了家族，割舍了责任，隐居山林，生下了我。那你的母亲一定很爱你，也很爱你的父亲。原本是这样，但可惜，我父亲是人族的探子，他接近我母亲，就是为了打探更多关于战鬼人的情报。我母亲知道后大怒，杀了我父亲一行人，把我丢在了大火之中。那场大火几乎烧掉了我所有的皮肤，我也因此换了一身皮囊，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。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到处流浪。我不能去战鬼族寻找我的母亲，人族也视我为仇敌。那时的我孑然一身，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一处能容得下我，所以我只能隐姓埋名，去寻找我父亲的下落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。你还有师父？他叫段仙音，在流波观闭关多年，很少有人知道他。他收我为徒，教我读书识字，练功修法。再后来，我就在人间游荡，因为我的寿命比凡人要长，容貌也不易衰老，所以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着我的姓名和身份。起初，我入了皇宫，结识了苏太医，后来因为权力抽身，带苏太医离开了皇宫，又结识了丽娘。那个平安客栈的老板娘。对。再后来我实在无趣，就当起了江湖大侠。我在江湖中游历多年，发现江湖确实有趣，人情味也浓，所以做人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。再然后就去从军，做了县令。然后呢？再后来就遇到了你，受到了凌迟之刑。接下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可是我都忘了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等我见到了楚音，一定让他第一时间恢复你的记忆。我自幼长在千岩窟中，为奴为婢，过得连猪狗都不如，还常常会被他们当作施妖的工具。千岩窟的主人叫夏玄子，他生的一副玲珑面孔，少年模样，性子却最是狠毒。你应该听过风道人的预言吧？听过，这世间将会有灭顶之灾，还有9月初9出生之人将会是济世之人。但当初一共留下了3个预言，前2个是留给世人的，第3个则是留给夏玄子的。你的那2个预言，在江湖上引起不小风波，人人都说你神机妙算，能够窥晓天机。我倒是好奇，你能够算到今日，我为何将你掳来吗？
你想知道你困于洞虚境多年，何时能突破，又何时能成神？你成不了神。祸从口出，先失慎言呐。千岩窟下玄子，我知道你的本事。那日我神游太虚之时，曾窥得3条天机。这前2条我已经通晓释然，这第3条迟迟没说，便是在等你。等我？这第3条预言与你有关，你的子嗣会成神。估计是想成神想得疯了，夏玄子开始疯狂地生孩子。夏玄子认为成神的必是男子，所以用法力操控母体，诞下男婴，然后继母留子。他还会在我们体内种下蛊虫，方便自己操控。那蛊叫同心咒，同命连心，感同身受，就连我也没能逃过。他把我们的命与蛊虫相连，稍有不顺心便整日折磨，针扎、火烧、油烹，我都试过。他还会扯断你的四肢，漂出你的筋脉，却又让你留有一口气在，供他驱使，反复折磨。即便是这样，千岩窟内也无人敢反抗。更可笑的是，他的那些儿子们，也全都活成了他的模样。我竟不知，你曾经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幸运的是，我逃了。我一个人穿越大漠，逃到中原，遇到了我师姐，我才活了下来。但是现在，他想杀我师姐。我从前怕他，但现在不怕了。谁动我师姐，我就杀谁。你醒了？陆前辈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还有点疼。你伤得那么重，自然会疼了。既然醒了，不如先把药吃了吧。怎么会苦呢？你又尝不出味道，怎知不苦？方子是我配的，苦不苦我能不知道吗？那好吧，我来吧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在我一个朋友家。我睡了多久了？5天了。那些人是怎么死的？我去看了他们的尸首，发现他们中了蛊，一种很阴毒的蛊，一旦中了，一生都无法摆脱。有人杀了他们的命蛊，所以他们就死了。谁杀了他们的命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别担心了，有我在。对了，他们
把画给毁了。你喜欢？你喜欢的话，不如我再给你画一幅。真的，太好了。以后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？称呼我？陆大人、陆前辈都不能叫了，我全名全姓的叫吧，又显得咱不熟。你那些亲近的朋友都怎么称呼你？我和父母师父在一起的时候，年纪还小，除了楚英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了。苏太乙叫我师父，楚英就叫我老陆。那以后我就叫你牵强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？没有，我挺喜欢的，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那以后我就这么叫你，牵强。你要的衣服。多谢，麻烦把这件衣服给屋里的姑娘换上。好。这个人。吃饭喽！不吃啊？哎，嫂子，你醒了？你是？叫我小沙就行，这里是我家。你那天受伤了，陆哥带你回来的。啊，是这样，多谢。客气什么？我和陆哥亲兄弟一般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他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他的家。拙乃无序无空，你不慎吸入分毫，就会腐蚀你的灵根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万物来源同，天地本来通。纳气清为本，心静无始终。云卷云舒去，风来风止空。固守真元意，修使浊成红。浊气。暂时没有答案了，但你的修为，恐怕今后都无法再精进了。我知道，师父给我讲了。你知道，那你还……那当时情况危急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再说了，我已升至元婴境界，也没什么可贪心的了。倒是你，你马上要成为普通人了。他境界可比我差不少呢。是，你比我厉害很多，但有一个术法，只有我会，你不会。什么？把眼睛闭上。
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我也谢谢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可是，你之前不是还跟我说，只有楚英会这个术法吗？之前是只有他会，但我想起了一些往事之后，我也就会了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楚英是一个精怪，不是人。他是依托着我的法力存在，我的法力越强，他越能长时间的维持人形；我的法力越弱，他就越弱，而且他的能力跟我完全一样。那当初我离开流波观之后，一个人在人间行走，太过于孤单，所以我就用术法注意陵墓修行，这就是楚英的来历。陵墓，那楚英是块木头。对，一点也不像啊。他的性格洒脱，跟我完全互补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吃太多睡不着。你刚恢复味觉，肯定吃什么都香。那也不能吃太多，啊！我看看。你好像还长了点肉。你一天不能吃太多顿，要不然对身体不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还没到中原呢，中原美食更多，到时候你该眼花缭乱了，更控制不住了。雕板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再有半个月，我们就能回中原了。那到时候你有什么打算？把抄录的无双秘录交给无双会，去崇灵谷换心，然后就四处走走。走走，想去哪儿啊？小苏离开之前，留给了我一本杂记，里面记载了各地的美食，我想边走边尝尝。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可是，我这次离开师门，的确太久了，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师父该不高兴了。那你师门那儿有什么美食吗？那可多了，我师门旁边就有一条美食街，里面有阳春面，有玉米饼、汆丸子，还有狮子头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呢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喜欢听你说话。今天为什么要来逛街啊？你想买什么？今天是难得的好日子。包子，热包子，刚出锅的大包子。店家，包子怎么卖啊？8文钱一个，客官您看，刚出锅的大包子。您来一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不要了。这小娘子8文钱都不舍得花。你为什么不买啊？我今天没吃多少，没吃饱。我们等会儿去吃更好的。哎，你看那有个裁缝铺，你能不能陪我去逛逛？啊，陪我去看看。上别地儿看看去吧。人手行。这件好看，喜欢吗？我也有衣服穿，不用做新的。两位客官好啊！要说裁缝啊，在城里就属我们小店是最好的了。那老板，这件我们试试。哎，好。是什么？好吧。
身贵气，风神内敛，特别像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。要是能再笑一笑，就更好看了。你是不太喜欢？喜欢，如果能再吃点好吃的，就更喜欢了。哎，青菜了，香啊！看看呐，谢谢老板。新鲜青菜了，瞧瞧。哎，我们去喝羊汤吧，这里的羊血豆腐包非常的正宗。我们再看看，前面还有一家鞋帽店没看呢，我们再去逛逛。用不了多久的。用不了多久，就一小会儿。走。哎，老板，来碗羊肉汤。好嘞。这个怎么样？来试试。新梅，我现在是筑基期了，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我知道啊。我们吃饭吧。你饿了？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不饿吗？去尝。好啊，行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馄饨，真的。这个是小牛皮的，生意清脆。你可以试试。这是老牛皮，生意。你确定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？对啊。这个，走，这个便宜。生辰吉乐，公主客官，万事如意，四季平安，福星高照，大富大贵，身健如鸟，万事顺遂，万千纷尘，多彩多路，寿比天齐，1岁1年，生辰吉乐。红衣片影，一眼望尽痴恨。开饭了。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，皆当作千年容忍。失魂换骨。你之前不是说过，在完成5部全的命运之后，能在京城最大的酒楼，喝最美的美酒，吃最美味的美食。虽然现在还没完完全全结束呢，而且这也不是京城，但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。祝君如花似叶，岁岁年年，共展春风。从今把定春风笑，且作人间长寿仙。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坐着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永无畏红尘，让世界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败火，畅快一程。哎呀，非礼勿视啊！
外面还有人呢。我知道。我其实也没什么事了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明早见。明早见。明早见。师妹，早点休息啊。谁是你师妹？